这2年创业圈有一个特别火的词，艺人公司。一个人一台电脑再加几个 AI 工具，几周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产品，然后开始赚钱。一个独立开发者用 AI 写代码，几周做出一个 SaaS 工具，每个月收入10万美元。一个内容创作者一个人做产品，一年赚几百万。听起来好像 AI 时代到来之后，创业突然变得非常简单，好像只要会用 AI， 普通人也可以轻松开公司。但如果你认真观察，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真正通过艺人公司赚到钱的人其实非常少，但教别人做艺人公司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今天我们试着从商业暗线的角度重新拆开这个问题，艺人公司到底是一种创业机会，还是一种被放大的商业叙事？艺人公司不是商业革命。首先要说一件很多人忽略的事情，先看一个很典型的现实案例。这2年有一个独立开发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项目，他用 AI 辅助写代码，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小工具，帮助用户自动整理 Notion 笔记。产品上线之后确实赚到了一些钱，每个月几千到1万美元。很多媒体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把重点放在一句话上，一个人用 AI 几周做出产品，然后开始赚钱。但如果你继续往后看这个案例，就会发现另一件事情，很快就出现了10几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具，功能类似，价格类似，甚至连网站页面都长得差不多。这其实才是商业世界真正的常态。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出产品，真正的问题是当很多人都能做出产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艺人公司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商业模式，它只是一个新的组织形式，新时代的个体户而已。商业世界最底层的规律其实并没有改变，任何一个生意能不能赚钱依然取决于4件事。第一，有没有真实需求；第二，竞争是不是已经很激烈；第三，你和别人有没有差异；第四，用户怎么找到你。无论是艺人公司、10人公司还是上市公司，本质上都是同一套商业规律。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 AI 时代到了，商业规律变了，普通人随便做点东西就能赚钱，那你可能需要稍微冷静一下，因为商业世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赚钱从来都不是因为组织形式，而是因为竞争结构。2，为什么艺人公司会突然爆火？那为什么这几年艺人公司的故事会突然变多？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创业的3个门槛突然被同时降低了。1，人力成本。过去做一个产品至少需要一个小团队，开发、设计、运营、客服、市场。但现在很多事情被工具化了， AI 可以写代码、做设计、写文案、做客服。一个能力不错的人加上一堆 AI 工具，确实可以完成过去一个小团队的工作。2，基础设施。过去创业还要解决很多基础问题，服务器、支付系统、数据系统、用户管理，现在这些全部平台化了， AWS Stripe、Shopify、Gumroad 全部都是按需付费，一个人每个月可能只需要几十到几百美元就能搭起一套完整系统。3，分发。过去做生意最难的是一件事，客户在哪里，但现在平台解决了这个问题。 YouTube、TikTok、Amazon、App Store、小红书，一个人也可以触达全球用户。所以艺人公司的真正基础其实不是 AI， 而是平台加工具， AI 只是一个加速器。3，门槛降低后的必然结果，竞争爆炸。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这里其实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可以总结这一切。 AI 降低了创业门槛，但它同时也降低了所有人的门槛。当创业门槛被大幅降低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竞争迅速爆炸。商业世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规律，门槛越低，竞争越激烈。如果所有人都可以用同样的 AI 工具、同样的平台、同样的分发渠道做产品，那么市场很快就会被挤满。你会看到一个现象， AI 写作工具几千个， AI 图像工具几千个， AI SaaS 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功能差不多，价格差不多，最后拼的往往不是产品，而是流量，而流量是平台控制的。4，为什么很多艺人公司故事最后都变成了卖课？如果你观察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讲艺人公司的人最后做的生意往往不是软件，不是产品，而是课程，教别人做艺人公司。这并不是偶然，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商业结构。
因为在现实世界里，真正通过艺人公司稳定赚钱，其实难度很高。做 SaaS 需要技术能力，做内容产品需要长期积累，做数字产品需要市场洞察。很多项目其实在真正赚钱之前就已经失败了，但有一个市场却一直存在，那就是如何赚钱的市场。这是一个需求极大的行业，因为永远有人想改变收入、改变职业、找到新的机会，所以在很多创业领域里都会出现一种经典结构。第一层，真正通过产品赚钱的人；第二层，总结经验、分享方法的人；第三层，提供工具和平台的人。当一个赛道开始变热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一件事情，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因为他们本身就在做信息传播。所以在社交媒体上，你看到的大量艺人公司故事，很可能并不是来自第一层，而是来自第二层。换句话说，很多人在分享艺人公司，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通过艺人公司赚了很多钱，而是因为讲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门生意。5. 平台为什么特别喜欢艺人公司？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这一章可以用一句话先说清楚这条商业暗线。平台最理想的结构不是大公司，而是海量个体竞争生产，平台稳定抽成。为什么平台其实非常欢迎艺人公司？因为对平台来说，艺人公司几乎是一个完美结构。大公司会谈判，会争夺分成，会挑战规则，但艺人公司几乎没有议价能力，而且数量越多越好。平台只需要提供3样东西：流量、基础设施、支付系统，然后抽成。至于创业失败、收入波动、经营风险，全部由个人承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艺人公司其实是平台经济的一种理想形态。结构非常简单，平台在上面，下面是海量个体，个体之间竞争生产，平台稳定抽成。6. 艺人公司真的自由吗？很多人对艺人公司最大的想象其实是2个字：自由。但很多真正的艺人创业者后来会发现，这种自由往往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日常节奏。白天写代码、改产品，晚上做内容、发帖子、写推广文案，夜里还要回复用户、处理 bug、看数据。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所谓的艺人公司其实是把一整家公司的工作都压缩到了一个人的一天里。自由，不用上班，不用打卡，不用开会，不用面对老板，听起来确实很诱人。但如果你去问很多真正的艺人创业者，他们往往会告诉你另一种现实。艺人公司看起来只有一个身份，创业者，但实际上你同时在做很多份工作。你是产品经理，你要决定做什么产品；你是开发，你要把产品做出来；你是设计，你要把界面做好；你是市场，你要想办法让别人知道你的产品；你还是客服，用户出了问题要你自己回复。所以很多艺人创业者会说一句话：艺人公司其实不是一个职位，而是6个职位，而且这些工作是同时发生的，这就会带来一个现实问题，你的时间会被不断切割，白天做产品，晚上做内容，半夜回用户。很多人会发现，所谓的自由最后变成了一种新的压力。过去上班的时候，工作结束就下班，但艺人公司往往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因为你的收入和业务直接挂钩，如果你停下来，业务也可能停下来。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收入的不稳定。传统工作最大的好处其实不是高收入，而是确定性，每个月固定发工资。而艺人公司往往是完全相反的结构，这个月可能赚很多，下个月可能几乎没有收入。平台算法一变，流量下降，产品销量下降，收入可能突然归零。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艺人公司其实更像是一种新的劳动形态，你不再为公司打工，而是为市场和平台打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开始艺人创业之后，会慢慢意识到一件事情：自由并不是没有约束，而是自己承担所有约束。7. 真正赚钱的艺人公司长什么样？但说到这里，也必须讲一个更客观的事实。先看一个真实类型的案例。有一位独立开发者，原本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多年，对某个行业的工作流程非常熟悉。后来他发现，这个行业每天都会做一件非常重复的事情，把不同系统里的数据整理成报表。于是他用几周时间写了一个非常小的 SaaS 工具，专门帮这个行业自动生成报表。功能其实很简单，但因为这个问题在行业里非常普遍，很快就有公司开始付费使用。用户不需要很多，可能只要几百个付费客户，这个产品就已经可以产生稳定收入。这个案例其实说明了一件事情，真正赚钱的艺人公司往往不是做一个所有人都能用的大产品，而是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小问题。
虽然大多数艺人公司很难成功，但确实有一些艺人公司赚到了钱。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案例，会发现他们其实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通常不会进入一个非常拥挤的大市场，而是选择非常垂直的小市场，例如专门给某个行业做的小工具，某个特定职业使用的软件，某个非常细分的兴趣产品。这些市场可能不大，但竞争也不多。第二，很多成功的艺人公司其实都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之上，长期积累。比如一个开发者在某个领域已经工作很多年，一个创作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粉丝，一个行业专家已经有稳定客户。所以当他们开始做产品的时候，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叠加。第三，他们的产品通常具有一种很重要的特征，杠杆，也就是说一次创造可以卖很多次，比如软件、数字产品、在线课程、模板、插件。这些产品一旦做出来，增加用户的成本其实很低，所以收入不会完全被时间限制。第四，很多成功的艺人公司其实都非常擅长一件事情，分发，也就是获取用户。有的人擅长做内容，通过 YouTube、Twitter 公众号获得流量；有的人擅长做社区，在一个垂直圈子里建立影响力；还有的人非常懂某个平台的规则，比如 App Store、Amazon Product Hunt。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成功案例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真正赚钱的艺人公司往往不是因为只有一个人，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具备了专业能力、市场理解、流量能力这三件事情。而这三件事情其实恰恰是商业世界里最难的部分。8. 很多成功的艺人公司最后都会变成小团队。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实趋势，很多成功的艺人公司最后都会变成一个极小团队，2到5个人。因为一个人最大的瓶颈其实不是能力，而是时间带宽。你一天只有24小时，所以 AI 真正改变的其实不是公司人数，而是团队规模。过去一个 SaaS 公司可能需要20-30个人，现在可能3到5个人就可以做。所以艺人公司真正的意义其实不是创业的终极形态，而是创业成本被大幅降低。你可以一个人先开始验证市场，找到产品，再慢慢扩展。9. 艺人公司背后的另一个现实，注意力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在 AI 时代，生产可以无限扩张，但注意力依然有限。很多人以为创业最难的是做产品，但在平台时代，真正稀缺的资源其实不是产品，而是注意力。生产能力在过去20年一直在快速提高，做软件更容易，做内容更容易，做产品更容易。AI 出现之后，生产能力甚至出现了爆炸。写文章、生成图片、制作视频、开发简单软件，这些事情的成本都在迅速下降。但有一个东西并没有变多，那就是用户每天能够花费的时间。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注意力是固定的。所以当生产能力无限增加的时候，竞争就会从生产竞争变成注意力竞争。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创业项目遇到的问题，其实不是产品做不出来，而是没人知道。很多独立开发者会遇到一种很真实的情况，产品已经做出来了，功能也不错，但上线之后几乎没有用户，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有流量，而流量是平台控制的。10. AI 时代可能带来的另一种结果。很多人认为 AI 会让创业机会变得更多，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成立，因为创业成本正在下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AI 也可能带来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供给无限增加。当每个人都可以用 AI 写代码，当每个人都可以用 AI 做设计，当每个人都可以用 AI 生成内容，市场上的产品数量就会迅速膨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竞争会更加激烈。商业世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规律，当供给快速增加的时候，利润往往会下降。所以 AI 不一定会让赚钱变得更容易，它更有可能让竞争变得更激烈，最后能够赚钱的人反而变得更少。11. 从艺人公司到极简公司的演化。这里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商业演化路径。很多项目一开始确实是艺人公司，一个人、一台电脑、几个 AI 工具，先把产品做出来，先验证市场，先找到第一批用户。但当业务开始增长的时候，事情往往会发生变化，因为商业一旦进入增长阶段，就会出现新的需求，例如用户增长、内容生产、技术维护、客户支持、合作与商务，这些事情很难长期由一个人完成。于是很多艺人公司会自然演化成一种新的结构，
不是传统公司，而是极简公司。这种公司的典型结构是创始人1人，核心成员2到4人，再加上大量 AI 工具和外包资源，总人数可能只有3到6人，但却可以支撑一个完整的商业系统。很多投资人其实已经开始注意到这种趋势。过去一个 SaaS 公司可能需要20到50人，现在很多产品5个人就可以运营。所以1人公司真正带来的变化，其实不是所有公司都会变成1个人，而是公司规模被极度压缩，这才是 AI 和平台真正改变的地方。12. 重新理解1人公司。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件事情：1人公司真正的意义其实并不是一种新的商业革命，它真正改变的是创业的起点。过去创业通常需要资金、团队、办公室、设备，现在很多事情都可以从1个人开始。1个人、1台电脑、几个工具就可以验证一个想法，测试一个产品，找到第一批用户。从这个角度来说，1人公司更像是创业的起始形态，而不是最终形态。本期商业暗线，在 AI 和平台工具的帮助下，创业的门槛确实在快速下降，但与此同时，市场里的参与者也在迅速增加。当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进入同一个市场的时候，真正决定结果的就不再是是不是1个人创业，而是需求、竞争结构以及你获取用户的能力。所以1人公司真正带来的变化，其实是过去创业需要团队才能开始，现在1个人就可以开始。你可以先用极低成本测试一个想法，验证一个产品，找到第一批用户。但如果一个项目真的开始增长，它往往还是会走向另一种形态，极小团队，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极简公司。所以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 AI 让创业变得越来越容易，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1人公司的时候，真正能长期赚钱的人会是谁？是更多普通人，还是少数拥有能力、经验和流量的人？再换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是你会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是尝试去做1人公司？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选择。OK， 如果你对这种经济观察、商业逻辑、科技趋势和平台战争感兴趣，欢迎订阅商业暗线这个频道，我们下一期见。